工地搬磚的窮小子，一言间让整个文坛下跪。文化断层3000年的世界，一首七步诗直接封神，一首水调群头把西洋诗仙逼到疯魔。拜金前女友跪舔求复合，晚了。文坛会长让位，镇国战神结拜。他随口背的9年义務教育古诗，全天下都疯了。一切都要从他在工地被砸晕的那天说起。这大学生皮糙肉厚，力气大的，不用管他，死不了。王二狗，你吃干饭呢？这点活都干不动，能干不？不能干赶紧滚！哼，能干就赶紧爬下来，把这地收拾干净了。恭喜宿主穿越至文化断层3000年，没有9年义务教育的平行世界。我只不过来工地勤工俭学，差点让我死在这。本届诗词大赛冠军奖品大明湖的蛤蟆，奖金300万，且大明湖文旅局已正式决定花费1亿买下此诗的提币权。恭喜本次获奖作者诗魔张昌昌。我的天，1个亿啊！这是咱们哥几个在工地干10辈子也挣不到的。哎，怪不得別人，只怪咱們哥幾個家窮，上不起私塾。別說寫詩了，大字都不識一個。大明湖，大明湖裡有蛤蟆，一戳一蹦跶。幹，好詩！不愧是詩魔張昌昌的詩，好詩，好詩啊！什麼情況？這工地上全是9年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，這也叫詩還詩魔？詩魔不是白居易嗎？你一個扛包的苦力，念過小學私塾嗎？認識字嗎？也敢詆毀當代詩魔張昌昌的詩？我堂堂21世紀的準大學生，你說我認不認識字？準大學生？什麼意思？跟你認識字有啥關係？這小子說不定是在罵你。臭小子，你詆毀詩魔的詩還敢罵我？今天要是不把你的詩打出來，老子都不算詩魔的粉絲。大哥，你好好說話，別動手啊！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窮啊！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窮。好，說得好啊！停車！我讓你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窮！我不僅欺負你，我還打你了，怎麼着？再打我可就還手了！小崽子，你還敢還手？住手！你們是？剛才你所說的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窮，是出自哪位文豪之口呢？出自哪位文豪之口？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窮，你都不知道？美女，你平時就算不看古詞文獻，難道還不看網絡小說的嗎？你是指文壇網上的帖子嗎？果然，你們這些有錢人富婆是不屑於看這種文的。先生，你的意思是剛才那句話的原創不是出處於你？當然不是。李總，我查了，文壇網查不到任何那句話的出處，也就是說，這句話是原創。先生，我對你剛才所說的那句話很感興趣，我這裡願意出100萬，買斷那句話的廣告使用權。100萬，買斷那句話的廣告使用權？美女，你逗我玩呢？只要先生把這個文化買斷合同簽了，這些錢你可以立馬拿走。合同竟然沒問題？現在有錢人都玩那麼花的嗎？豪擲100萬買一句話了？據我所知，這句話出自清代吳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，土豆也只是在原創的基礎上添了一句，賣的話應該不會起版權糾紛吧？先生不願意賣？賣，我當然賣。運氣好到爆棚啊！這麼人傻錢多的富婆都讓我碰到了，整整100萬啊！省點花都夠花半輩子了。先生，這是我的名片，你這麼有才華，待在工地未免太可惜了。我們華夏文壇的詩詞大會很需要你這樣有才華的人，你和也被更多的人看到。不知你考不考慮報名參賽？文壇的詩詞大賽，高，那豈不是文壇大佬雲集？萬一被人識破我那句話是抄來的，我這100萬豈不是要退回去？美女，我這水平還是不去那種地方丟人現眼了。那實在太遺憾了。不過先生若是想參賽，隨時可以再給我聯繫。
我说那富婆怎麼那麼眼熟？原來是詩詞大會的評委。二狗，你小子走狗屎運了！100萬，我們哥幾個辛苦幾年都沒你這一句話掙錢多啊！二狗，沒看出來你小子那麼有才華呀！以後有錢了，可不要忘記我們這些老哥啊！以後再說。王二狗，把老子的話当耳旁風了！這些包怎麼還在這擺着呢？你還幹不幹了？老子不幹了。倩倩，我能讓你过上好日子了。你，谁让你今天那麼早就回來了？你要是像往常一樣，不啥事兒沒有，你還賴我？哼，既然你都發現了，那我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跟孫東早就在一起了，你要是受不了，簡單離婚吧。倩倩，這家伙又矮又醜，你看上這家伙哪裡了？孫東可是詩詞大會排名998名的才子，隨便寫一首詩都抵你幾個月的工錢了，以後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你不過就是一個在工地扛包的苦力罷了。就因為錢？怎麼臭扛八公？倩倩說的還不夠清楚，是不是非要讓老子寫首詩罵你，你才會走？一個臭扛包的而已，哪裡值得浪費大才子的筆墨寫詩去罵啊？我來。趕緊搞定回來，我等你。討厭，沒聽到嗎？趕緊帶上你的東西，趕緊滾！沒想到你是這麼拜金的人，我走，你別後悔。哼，後悔？你算什麼玩意兒，還想讓我後悔？龍居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原被犬欺啊！虎落平原被犬欺啊！詩詞大會，老子不信！老子堂堂名校準大學生，比那矮胖子能差到哪兒去？你好，我想報名詩詞大會。本屆才子整體素質簡直是有質的飛升啊！更是有一名讀過9年私塾的大才子。咦，怎麼還有一個什麼準大學生的扛木工呢？扛八公？該不會是你那大字不識一個的廢物老友吧？哼，他連字都不認識，怎麼可能會出現在華夏文壇的聖地上？絕不可能。下面讓我們熱烈歡迎才子們登場！完了，都怪昨天晚上喝酒喝上頭了。我一個準大學生參加這種文壇大佬的比賽，這不是自取其辱嗎？我去，還真是你那廢物男友！這家伙瘋了吧？這是什麼地方？這可是華夏的文壇聖地，他敢來這裡搗亂，不是找死嗎？李老師，這人你確定能作詩？他這簡歷上可沒有念過私塾的經歷啊！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其少年窮。這句話出於他口。什麼？如此驚豔的話竟出於他？才子啊！或許是從哪兒抄來的呢？一個工地上的苦力能算什麼才子？請1號才子上前吟誦作品。我想有個太太。這1號才子可是讀過9年私塾的大才之人，定能一舉奪魁。我想有個太太啊，好想有個太太為我燒飯做菜。這玩意兒是開始念詩了。現實卻很無奈，讓我仍需等待。也因寂寞難耐，談過幾次戀愛，誰知屢戰屢敗，輕輕鬆鬆被踹。6言律詩，我想有個太太吟誦完畢。這玩意兒6言律詩，現在華夏文壇的詩都那麼別具一格嗎？好，不愧是早讀9年私塾的大才子，這詩絕對能流傳千古，流芳百世。本屆詩詞大賽的冠軍絕對非你莫屬。唉。能和您這樣的大才子同台比賽，是我這輩子最榮耀的事。我棄權。我也棄權。我被你的才華折服了，我想做你太太。只要你願意，我願意退回家庭，當你的全職太太，為你燒飯做菜。你是樂城女富婆施總？沒錯，我就是樂城集團董事長西施。西總可是身價上億啊！雖然這個富婆有點錢，但是她那點身價，對於一名即將誕生的文學巨星而言，不過是9牛1毛。不錯。以1號才子目前展現的才華，西總還高攀不起。不好意思，你身上的同青味與我不配，抱歉了。我也可以為你去念私塾，當你的伴讀女童。抱歉，我不需要。這位扛木工選手，怎麼另外2位才子已經棄權了，你不棄權嗎？這二狗還有臉在台上站着，真不嫌丟人。
就刚才那一首，我想有个太太，其押韵程度足以碾压尸魔张昌昌。就你那窝囊废前男友，不过是一个扛补工，说话估计都词穷，更别说写出能超越这首诗的绝世佳作了。要是亲爱的你在台上，说不定还能灵感乍现，写出一首能力压我想有个太太的好诗呢。虽然难度有点大，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。这家伙愣着干嘛呢？把那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命印出来，也足够一举夺冠啊！哼，李总，你看好的这位选手是打算这麼一直待在台上嗎？哼，估計是看傻眼了。一個工地來的，哪能見過這樣的場面？4號才子，你不棄權嗎？4號才子，我看樣子4號才子賴在台上不棄權，是想再爭取一下了。既然這樣，煩請4號才子開始吟誦自己的作品。都這個時候了，你這前男友還硬着頭皮站在台上，我看8成是因為你給他戴帽子，氣昏。討厭，話不要說那麼難聽嘛，怎麼能說是給他戴帽子呢？我跟他啥關係都沒有，我不都給你了？這倒也是。才子4號，你要是有參賽作品，煩請你現在開始吟誦，否則我們就要以擾亂比賽秩序之名，將你強行驅離這裡了。完了，完了！逼上梁山了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你嘀嘀咕咕的說什麼呢？這可是文壇聖地，華夏的詩詞大會，你要是念詩就念，不念詩就滾！完了，徹底完了！你敢對我們動手？混蛋！你知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？你敢在這兒動手？這個人擾亂會場秩序。把他帶到稽查隊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我棄權還不行嗎？慢着，4號才子，能不能把剛才你說的話再重複一遍？我棄權。不是這一句，上一句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對，就是這一句。這句話你能完整的說一遍嗎？或者說有完整的嗎？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為汁。雞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相煎何太急。是這樣背嗎？你能大聲一點嗎？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為汁。雞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完犢子了！文超公抄到文壇聖地，還拿來參加比賽，肯定要被識破，被人罵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妙啊！七步成詩，七步成詩。怎麼可能？怎麼有人能做出這樣的詩？啥情況？這些人該不會連曹植的七步詩都沒聽說過吧？華夏文壇的大佬水分那麼多的，又是一群9年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。3個評委愣着幹嘛？沒聽到4號才子的詩已經誦完了嗎？你們覺得這首詩能打幾分啊？我該死！我等這水平，哪裡能點評這種定能千古留名的好詩啊？詩仙下凡，詩仙下凡啊！李總，是我剛才有眼無珠，煩請你看在咱們同是一市一場的份上，一定不要將我剛才貶低詩仙的話傳出去啊！他不過就是一個工地扛包的，怎麼能做出這樣的詩？這又是豆子又是鍋的，寫的什麼垃圾玩意兒，也配叫詩嗎？你懂個屁！這詩很好嗎？這詩要是能流傳出去，肯定能流芳千古，萬人傳頌。但他就是一個工地上的扛把工，他怎麼可能做出這樣的詩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請各位評委給4號才子打分。評委們，你們這是我等不配點評，我等也不敢點評。告辭。我想這首詩它分量有多重，大家都是心裡有目共睹的。我覺得流芳萬古，世代歌頌應該不難吧？流芳萬蜀，世代歌頌；流芳萬蜀，世代歌頌；流芳萬蜀，世代歌頌。師父，懇請你收我為徒。這些人連七步詩都不知道，我的天，該不會是9年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魚全匯聚一起了？華夏文壇水分已經這麼的大了嗎？師父，雖然我只是個準大學生，才疏學淺，但是你的文化水平之低，實屬罕見。我建議你還是先去把小學、初中的語文書給看一遍。不愧是能放眼文華夏如此神作的詩仙，就連朋友圈都是一些才高之人。是我草率了，抱歉，我會更加努力，提升自己的私塾水平的。
看样子各位評委对4號才子的神作的點評都是一致的。我們詩詞大會能出現如此曠世之作，真是一大幸事啊！現在我宣布，本屆詩詞大賽的冠軍得主是……等等，竟然是詩魔張昌昌老先生！这老头就是写《大明湖的蛤蟆》的詩魔，什麼水平也敢撞稱謂？詩魔老前輩，您是為這首7步詩而來嗎？沒錯，詩魔老前輩一定是對詩壇出現了這種優秀的後起之秀感到欣慰吧？欣慰，我感到可恥、憤怒。這首詩根本就不是他寫的，是他抄的。果然還是被識破了。畢竟7步詩那麼有名，是個人都知道是誰寫的，這下丟人丟到家了。果然是這樣，我就說他就是一個臭工地扛包的，怎麼可能會寫詩？老人家，你聽我解釋。打斷一下，詩魔老前輩，你為何說這首詩是4號才子抄的？您可有憑證嗎？憑證，老夫就是憑證，因為這首詩是老夫寫的。你是說7步詩你寫的？不是老夫寫的，難道是你這個毛都沒長齊的家伙寫的？你有老夫那麼深厚的文化造詣嗎？能寫出大明湖的蛤蟆那種詩的文化造詣，我還真沒有。敢問老人家，你是叫什麼？老夫詩魔張昌昌，你抄老夫的詩，還敢來詩詞大會賣弄？你把老夫放在眼裡了嗎？4號才子詩，真是你抄的詩魔張昌昌老先生？沒錯，我是抄的。怎樣？老夫說的沒錯吧？他是不是抄的老夫的詩？放眼整個華夏詩壇，除了老夫，還有誰能寫出這樣的詩？嚇我一跳，搞半天你這前男友還真是抄的。我就說，一個工地扛包的，連私塾都沒上過的窮人，怎麼可能寫出這樣的佳作？既然是詩魔寫的，那這就說得過去。我早就告訴你了，他不可能會寫詩，你還不信我？寶貝，我錯了，等下好好補償補償你。這家伙的這首詩真是抄的，那我買版權的那句話有沒有可能？豈有此理！我們詩壇大會截止到目前，還從來沒有人有這麼大的膽子，膽敢靠抄襲作品參賽的。這件事一定要從嚴處理。沒錯，文人最基本的素養就是要支持原創。搞抄襲簡直丟我們華夏文壇的臉，我建議直接丟到執法隊，依法按侵犯版權罪處理。4號才子，你還有什麼要解釋的嗎？我說了，我是抄的，不過我抄的是曹植的，可沒有抄他張昌昌的。胡說八道！這首詩名叫《瓮裡煮大豆》，乃是老夫的原創。什麼曹植，聽都沒聽說過。大爺，你連曹植都沒聽說過，都敢來說這首詩是你寫的？你這麼大的年紀了，不怕被廣大受過9年義務教育的網友網暴，晚節不保啊！你說誰晚節不保？詩魔老先生，根據我們詩詞大賽的規定，若是有作品涉嫌抄襲，舉報者是需要拿出憑證的。您可有憑證？老夫既然來了，當然有，拿出來。這就是很普通的豆子啊，普通的豆子。這首詩就是老夫在煮豆子的時候靈感乍現寫出來的。煮豆子的時候寫出來的？這大爺，你就是想冒領曹子的詩？麻煩您老爺先去做一下功課好不？這首詩寫的是為了權力迫害同胞兄弟的故事，管你煮豆子什麼事兒？詩魔老先生，這首詩真是您寫的？廢話，我說是我寫的就是我寫的。老人家，你悠着點兒，你這要是因為一首詩氣壞了身子，我可賠不起。你說是你寫的就是你寫的，我讓給你還不行嗎？小伙子，你確定？你說是啥就是啥，不過別怪我沒提醒你，你老人家冒充曹植認領他的詩，恐怕會有被網友網暴之嫌。老夫乃詩魔張昌昌，誰敢網暴老夫？小伙子，你不用擔心我，只要你承認這首詩是我寫的，我付你10個億的版權費，且老夫幫你消除一切負面影響，讓你沒有任何抄襲侵權的風險，並可以收你為徒，如何？這大爺連7步詩都不知道，這文化水平之低令人咋舌，真拜他為師，簡直猶如我12年寒窗苦讀換來的準大學生身份。至於10個億，肯定是在畫餅，哪有人傻到花10個億買一首詩的？聽都沒聽說過。大爺，這首詩你想要就給你，至於10個億，拜師啥的就不必了。這麼一首精妙絕倫、堪比無價之寶的詩，就這麼白送給我了？這小兄弟是某非隱藏文豪大家的子嗣，出來遊逛世間，不屑於世俗的金錢。小兄弟，老夫絕不是沽名釣譽之徒，你如意氣的把這首詩讓給我，我詩魔張昌昌也絕不會讓你吃虧。這是老夫早年成名之時有幸得到的一張至尊文豪卡，內有100億，小小意思，請你笑納。這裡沒有100億，吹牛吧？估計就是隨便拿一張空卡逗我玩呢。大爺，這首詩是你老寫的，那我現在是不是就不用擔心觸犯抄襲侵權罪，被執法隊請走喝茶了吧？當然不會，有我在，沒人敢告你侵權。那我現在可以離開了嗎？
只要你收了我的至尊文豪卡，这首诗的所有版权都已默認歸我，你便可以放心離開。4號才子，師魔先生，你們兩位對這首詩的創作者商量出結果了嗎？當然，老夫能創作出這首詩，這位小兄弟功不可沒，是他給了我很多的靈感幫助。所以說，這個小伙子也算是這首詩的聯名創作者。這首詩明明就是曹植寫的，你吹牛別連累我啊！不，都是你老的獨立完成的，和我沒有任何關係。好兄弟，夠義氣，以後我張昌昌有的，我分你一半。真是這樣嗎？你在質疑老夫？不敢，師魔老前輩，我哪敢質疑你呢？既然這樣，那我就宣布結果了。經過詩詞大會的一致表決，本次冠軍作品《翁里煮大豆》，讓我們熱烈鼓掌，恭喜師魔張昌昌先生又創一首佳作。果然是那廢物抄的。你那窩囊廢前男友膽子可真大呀，抄襲都抄到師魔的頭上了，也多虧運氣好，師魔老前輩不追究，否則最起碼3年起步。下面我們有請師魔老先生發表獲獎感言，其他人參賽選手可以離場了。又一個大才之人被師魔這老家子奪走了功名，可惜。這首詩的創作之路，那可是坎坷無比呀。張昌昌給你開的什麼條件？姐，這是難測。我問你，張昌昌到底給了你什麼好處，讓你心甘情願地放棄一首曠世佳作和詩詞大賽的冠軍？那首詩本來就是我抄的呀，沒什麼放棄不好處的。抄的？你糊弄那些評委和觀眾還行，你騙不了我。老實說，他到底給了你什麼好處？你要硬說收了什麼好處的話，他就硬塞給了我一張這個。這是傳說中的至尊文豪卡，沒想華夏文壇唯一一張的至尊文華卡，居然一直在師魔張昌昌的手裡。姐，不就是一張黑色卡片嗎？怎麼聽你的意思，好像來頭很大的樣子？當然大，至尊文豪卡全球總共才5張，除了你手裡的這張，另外4張分別在4大國的4個文壇聖人之手，分別是泰多爾、雪萊朗多、特多曼、莎士比亞。這4個人的名字怎麼聽起來有點耳熟，但好像又很陌生。師魔張昌昌真是好大的手筆，為了穩固他師魔的封號，竟然不惜用至尊文豪卡與你交換，也難怪你會將如此一首足以歷史留名的曠世神作拱手讓出。這麼看來，你並不會虧。不過，姐，又咋了？不過至尊文豪卡每次易主都會有專人前來核實新主的才華，若德不配位，你這張卡就不能激活，什麼特權也不能享用，變成了一個擺設。你能寫出7部詩，絕盡了你的才氣。要想通過至尊文豪卡的主人的考驗，依我看，難如登天。的確難如登天，我也就能背幾首古詩，自己壓根就沒什麼才氣。你說什麼？姐，你一驚一乍的咋了？古詩？你剛才說你會背幾首古詩？會背幾首？確定是古詩嗎？確定啊，不過有些詩時間太過久了，忘得差不多。至於現在會背幾首，9年義務教育加上我高中3年能一字不錯背下來的，估計也就20-30首吧。20-30首古詩？王二狗，你這玩笑未免開的也太不切實際了。你知道20-30首古詩意味着什麼嗎？不就是會背20-30首古詩而已，有什麼不切實際的？那你給我背一首聽聽。姐，你讓我在這兒背？這地方是不太合適。這樣，我帶你換個地方，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。哪個地方？一個以文交友的酒會。行長，師魔張昌昌的至尊文豪卡易主了。慌什麼？又不是第一次至尊文豪卡易主，師魔老先生來來回回已經折腾我們多少次了。现如今除了師魔老先生，華夏還有才氣配得上至尊文豪卡的嗎？把現在持卡人的資料給我發一下。行長，發給你了。扛把弓。行長，那我現在要不要去背上測試用的文房4寶？不用那麼麻煩，一個連私塾都沒讀過的工地扛道工而已。依我看，口試都過不去，沒必要那麼麻煩去準備筆試才能用到的文房4寶了。你隨便帶2人去走下流程就行了。是，行長。姐，你說的酒會就是這兒啊？廢話少說，等下你假裝一下我男朋友，我讓你幹嘛你就幹嘛。
假裝男朋友？你们好啊。这是我男朋友王二狗，是个大才子。大才子？我们陈少号称江南4大才子之首，什么大才子也没我们陈少的才大呀！谦虚，我等身為文化人，要懂得謙虛。陈少，如今江南4省，上至70、80歲的老畢，下至5、6歲的孩童，哪個人沒附送過陳少您那膾炙人心的代表作《兩隻老虎》呢？你那4億的才華，整個江南可都看在眼裡呢，何須低調？哎，李小姐身為詩詞大會的評委，都還沒說話呢。我這區一個頂着江南4大才子頭銜的鄉野村夫，你們就不要太過抬舉了，還是低調的好。這家伙是江南之首的陳平，代表作《兩隻老虎》，最輝煌的時候曾排進文壇榜名作第10名，是個很有才氣的人。兩隻老虎，這不是兒歌嗎？現在文壇上的才子，給自己的作品起名字都那麼隨便的嗎？也不怕被人誤會？我帶你來的目的，就是以詩詞會友。愣着幹嘛？講兩句祝酒詞。姐，我就是一個準大學生，我不會講啥祝酒詞啊。李小姐，我看你帶來的這個大才子有點怯生啊，不如我先講兩句。熱熱場。好，陳少講兩句，讓大家開開眼。那我開始了啊！東風吹，戰鼓擂。好一個東風吹，戰鼓錘，那壯烈的畫面仿佛已經映入了我的眼簾。不愧是江南4大才子之首，僅僅第一句祝酒詞，就讓我有種熱淚盈眶的感覺。東風吹，戰鼓擂，今天喝酒。誰怕誰？幹！秒啊！江南4省有陳少這樣的才子，真是百姓之福啊！東風吹，戰鼓擂，僅僅是這個開場便已很有意境，再加上最後一句通俗易懂的白話，瞬間便將這句祝酒詞升華到了一個足以讓人熱血沸騰的境界。陳少雖然紈絝，但這年紀輕輕，才華造詣便如此之深，的確世間罕有。不就一句話，這麼評價？是不是有點太誇張了？獻醜了。李小姐說你是大才子，怎麼大才子不講兩句祝酒詞助興嗎？你既然身為李小姐的男朋友，該不會祝酒詞都說不出來吧？祝酒詞說出來又有何難？難的是能像陳少說的那麼豪情壯志罷了。畢竟不是是個人都有陳少這樣的才氣。謙虛。我不指望你真能背出古詩，你隨便背一句7步詩把他們打發了，別讓我太丟人就行。行，那姐我真隨便背了。背吧。姐，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準大學生，這場面我緊張，念不出來，要不我寫下來。小兄弟，你要是詞窮，我們也不難為你，畢竟祝酒詞這種東西，要是沒一定的文學底蘊是寫不出來的。你只要把這幾瓶酒都喝了，這祝酒詞哥兒幾個就給你免了，行不？喝吧，喝酒就簡單多了。有些人的嘴生下來就注定只能用來吃喝了，這種事兒的確勉強不得。剛才還吹噓自己會背幾十首詩，現在又說不行了，你讓我丟死人！笑死了，祝酒詞都說不出來，還寫出來。李小姐這是從哪兒找到這麼一個鄉巴老男友？來，咱們一起看看那大才子寫的啥。不惜千金買寶刀，貂裘換酒也堪豪。一腔熱血情真重，灑去猶能畫碧濤。好詩啊！這哪是祝酒詞，這分明是祝酒詩啊！而且還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七言律詩。這是剛才那鄉巴佬寫的，這怎麼可能？而且這字體好像是失傳已久的鄭愷。大才，這才是真正的大才子啊！
不对，這哪裡是大才，這分明是詩仙，詩仙下凡！難怪以李小姐的眼光能看上他，能寫出這樣絕美的七言麗句的才子，咱們江南四大才子在他面前算個什麼東西啊？這水平之高，堪比詩魔張昌昌啊！咱們剛剛竟然還看人低，對這等才子冷嘲熱諷，該死，該死啊！還愣着幹嘛？還不趕快追上去給詩仙賠禮道歉！看樣子富婆姐姐是被我氣走了，也難怪這樣的場合，讓我假裝她的男朋友，我卻連句完整的祝酒詞都說不出口，讓她丟人蒙羞，氣走也正常。當下之際，還是先把錢箱裡的錢存起來吧。李姐，你們追上來是想幹什麼？看我笑話？姐，誤会，我們哪敢看您笑話呀？只是我們想找詩仙道歉，沒找到，這不正巧看到了你。詩仙？誰是詩仙？姐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？當然是你男朋友啦，能寫出如此曠世之作的祝酒詩，他不是詩仙，誰還有自稱身為詩仙？這字體是傳聞中的正楷字体，而且這下筆的流暢程度，就算一流書法大家也未必能如此絲滑呀。難怪這家伙說要寫出來，原來是想表明他除了寫詩，他的書法造詣也是頂尖的存在。李姐，詩仙的字體雖然也是頂流，但是與他寫的這首祝酒詩相比，還是稍遜一籌啊。姐，你去哪兒？找詩仙。姐，那你找到诗仙後，幫我們轉告一下，我們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位置給他留着，只要他不嫌棄，他就是我們的大哥。成語接龍，連接三龍者存款利率翻倍。但凡上過9年義務教育，這成語接連也能輕鬆挑戰成功吧？真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銀行放福利。先生，請問要辦什麼業務？我存點錢，順便想挑戰一下這個成語接龍的活動。先生，你確定要參加這個成語接龍的活動？有啥不妥嗎？我們這個活動懸掛在這裡已經3年了，目前為止不過100人成功，而這100人無一例外皆是飽讀私塾，在詩詞大會排行榜上排得上號的大才子。一個成語接龍而已，說的那麼困難，估計是想勸退我，為銀行整錢而已。沒事，反正試試也不要錢，就讓我試一下。行，那跟我來。美女，我勸你還是別費功夫請他去裡面了，這就是一個工地扛把工，大字估計都不識幾個，怎麼可能會成語接龍這種高端文人才會玩的遊戲？親愛的，他怎麼能說是扛木工呢？他不是剛剛還參加了詩詞大會，背了一首詩魔的詩嗎？也算文壇的一份子了。哼，厚颜无耻到抄詩魔老前輩的詩，這能算是文壇的一份子？那分明就是文壇的一份毒瘤。你是上次在我們銀行連接5龍的大才子孫東？沒錯，我就是詩詞大會排名第998名的才子孫東。你既然認識我男朋友，那我男朋友所說的話，你應該不會質疑吧？我當然不敢質疑孫才子的話。既然這樣，還不快把這個工地扛班工給攆出去？他在影響我們在銀行辦業務的心情了。陳倩倩，你給我戴帽子也就算了，現在還對我處處針對，咄咄逼人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處處針對，咄咄逼人，欺人太甚。短短一句話竟然用了3個成語，這等文學造詣，就連9年私塾的高才都未必能夠達到，怎麼可能是工地上的扛班工？絕對不能聽這倆人的，把這等大才給得罪了。你聾了？沒聽到我女朋友說的話？趕緊把這臭苦力給趕走啊！抱歉，我們銀行沒有驅趕客戶的規矩。既然這個客戶要參加成語接龍挑戰，我們銀行理應配合。好，你們銀行理應配合是吧？行，我倒要看看這一個只會抄襲的扛把工怎麼挑戰文壇遊戲難度等級 S 級的成語接龍。一個成語接龍而已，平日跟同學玩，隨隨便便都能對上幾10組，在這家伙口中就成了 S 級難度的遊戲。這家伙估計也是文壇中濫竽充數的，9年義務教育漏網之魚。先生，我10年私塾，自認算是個高才，現在便由我先給你進行個簡單的測試。行，你測吧。一個連私塾都沒上過的扛木工，你還真能裝。我看測試開始，你怎麼繼續裝下去？地久天長，長，地久天長的長字而已。我心中已有答案，對我而言沒啥難度。對這個扛木工而言，
恐怕難如吃屎吧？那倒是，畢竟不是誰都能像你一樣那麼有才華。長驅直入，竟然讓他對上了！激動什麼？才一龍而已，我看估計是瞎貓碰上死耗子，正好撞上了他腦子裡那寥寥無幾的成語庫。有了，入木三春，分庭抗流，李两龙了。大惊小怪，肯定是运气，这小子運氣好而已。禮尚往來，來歷不明，名字怎麼接？想不出來啊，感覺腦袋要炸了。你個銀行職員，該不會是被這小子收買了吧？10年私塾的高才，成語接龍對不過一個工地扛包的。對，肯定是被收買了。王二狗肯定是給了他什麼好處。2個人在咱們面前對答案，演戲呢。一個成語接龍而已，我有必要收買人嗎？你可真能裝！我一個詩詞大會排行榜上的才子，最高紀錄不過也才5龍。你一個扛木工能接3龍，沒作弊，狗都不信。不，依我看，只有你會不信。你敢罵我是狗？先生大才，是我輸了，實在想不出來能接上的成語。先生不知能否指點一下，名字該如何去接？這個很簡單啊，明目張膽，膽大包天，天羅地網，網開一面。這小子不是一個扛把工嗎？怎麼詞彙量這麼驚人？如此詞彙淵博之人，還好剛才自己有主見，沒有招惹，否則估計飯碗不保啊。面不改色，色膽包天。多謝先生指點，你這種大才之人能來我們銀行辦理業務，也就是我們銀行的榮幸。我這就去向行長申請，先生的所有存款一律按我們銀行最高檔利率來算。你敢借機諷刺我色膽包天？你什麼你？連這種勢利拜金的女人都敢留在身邊，你不是色膽包天是什麼？那是你自己沒本事，怪不得我拜金。親愛的，你一個前途無量的大才子，跟一個工地上的窮人較什麼勁啊？別忘了正事兒，咱們可是來存錢的。就算這窮人會那麼幾個成語，拿到了銀行的最高檔的存款利率又怎樣？他有幾個毛錢呢？親愛的，這就對了，這種人根本不值得你浪費口舌。寶貝提醒的是，咱們可是詩詞大會排得上名號的成功人士，沒必要跟這樣一個工地上的底層窮人較勁。個神經病！先生，請留步。先生，你的最高檔利率已經申請下來了，行長很榮幸你這樣的大才子能將錢存放在我們銀行，行長特批你的存款年利率為30%，行長馬上會親自前來為你辦理。年利率30%，那豈不是我這100萬一年利息就有30萬，平均下來1個月的利息都有2萬多。只是玩個成語加龍而已，就給我那麼豐厚的待遇，這銀行沒抽風吧？先生，請問你要存多少呢？他一個工地扛包的工人，能存個128千都是極限了，給他30%的利息有啥用？不照樣改變不了他是窮人的事實。我的確存不了多少錢，也就100萬而已。100萬？怎麼可能？這些錢你哪來的？和你有關係嗎？不就100萬嗎？對於他們這些工地上扛包的可能是巨款，對於我這種詩詞大會排得上名號的才子來說，不過毛毛雨了。美女，刷一下，讓這鄉巴佬聽聽相，看什麼叫有錢人。尊敬的黃金會員，您的銀行卡餘額750萬。聽見沒？餘額還有750萬，這才叫有錢人。親愛的，你好有錢，讓我好有安全感哦。我這種才子豈是工地上扛包的那種窮人能比的？跟着我，保證讓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小子，服不服？你有錢管我什麼事？有病！有錢管你什麼事兒是嗎？今天我就讓你看看我有錢與你有沒有關係。馬上把這個臭扛把工攆出去，否則我就取出你們銀行的所有存款，以後也不會再來你們銀行辦理任何業務。先生，這怎麼？一個你們銀行的黃金會員，當代詩詞大會排得上名號的大才子，一個工地上扛包工，不知道從哪兒偷來100萬的，選哪個做你們銀行的客戶更划起來，還需要糾結嗎？你好大的口氣，膽敢得罪至尊客戶！行長，就是剛才這位先生，成語加龍，達到了最低率的水平。行長是嗎？我叫孫東，詩詞大會排行榜的才子，一點小事罷了，只要把這個扛彈工趕走就行，不算得罪我。得罪你？你算什麼東西？也敢趕走我們的至尊客戶？行長，這裡除了我也沒有其他人了吧？哪裡來的至尊客戶？瞎了你的狗眼！
至尊客戶就是你要趕走的王先生。我至尊客戶？没错，刚才员工向我汇報之时，我已经查到了你的信息，你正是至尊文豪卡的新主，我们银行最尊贵的至尊客户。至尊文豪卡的新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行长，你搞错了吧？行长，你肯定搞错了，他是我前男友，他是什么德行我很清楚，就是工地上一个臭扛包的苦力，还刚在诗词大会上抄了施魔老先生的诗，怎么可能是什么至尊文卡的新主？你敢质疑我们行长？你是王二狗，王先生吧？对，我是。我已經向施魔老先生詢問過了，他親口承認已經將至尊文豪卡過戶到了你的名下。什麼？施魔老先生贈送他的至尊文豪卡？這怎麼可能？明明剛才他在詩詞大會上還抄襲了詩的詩。你說的難不成是這張卡？沒錯，正是此卡。此卡名為至尊文豪卡神豪卡，內含100億現金。你能得到施魔先生的贈卡，想必定是當世舉世無雙的大才子。那個行長，你肯定搞錯了，我不是什麼大才子，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準大學生。我剛才所說的話都是已經核實過的，絕對無誤。不過，至尊文豪珍貴無比，即便是施魔老先生所贈，此卡認主前必須要經過我們銀行的測試，方幫你辦理真正意義上的過戶手續，讓你徹底享受至尊文豪卡所附帶的所有權益。至尊文豪卡的測試，據說對文學素養要求達到了近乎變態的地步，難度堪稱地獄級。目前夏國也就僅只有施魔老先生一人通過了測試，肯定通不出。那這麼說的話，以我前男友的這德行，肯定通不過測試。通不過測試，至尊文豪卡就會被默認為易主失敗，重新回到原主手中。王先生，你現在要開始測試嗎？整個夏國才一個人通過了測試，一聽就是難如登天，還是不用那麼麻煩了。測試？他一個走了狗屎運的打包工，大字不識一個，拿什麼通過測試？王二狗，我看你還是放棄吧，免得自取其辱。你這麼說，我還真要試一試了。現在測試。至尊文豪卡易主測試第一題，對子。至尊文豪卡的測試果然非同一般，僅僅是第一題，就是文壇界極其罕見的對子。對子。難不難？難不難？我就這麼跟你說，夏國目前有對子能力的人不超過3個人，且這3個人無一不是文壇界的泰山北斗，分別是詩魔張昌昌、詩聖岳鵬鵬以及詩鬼對川少。這麼說的話，這王二狗這家伙肯定通不過了。對子，那不是初高中語文就學過的東西嗎？要求無非就4個大點：字數相等，節奏一致，直性相對，結構相同，平仄合律，聲調和諧，四義關聯，上下貫通。至尊文豪卡說的那麼玄乎，就拿這個測試。王先生，你準備好了嗎？聽好了，上對，綠水本無憂，陰風驟面。這不是夏國100年無人能夠對出的那個對子嗎？不愧是至尊文豪卡的測試，果真地獄難度。你這前男友完了。肯定完了，這家伙哪會對什麼對子？就算他會對子，這個對子他也不可能對得出來，因為這是個100年無人能解的對子。綠水本無妖，陰風驟面。這個對子我初中學過呀。這至尊文豪卡就拿這個測試新主，沒搞錯吧？王先生，至尊文豪卡測試規定，思考時間不得超過5分鐘，超時者視為測試失敗。行長，你確定沒拿錯測試題嗎？王先生，近年來至尊文豪卡的測試都是經過我手的，請你不要懷疑我的專業水平。你還有3分鐘的思考時間了。這個對子的答案我早就熟讀於心了。你前男友是真能吹，他也就只能吹了。哦，既然這樣，那請王先生說出答案。青山原不老，為雪白頭。綠水本無憂，陰風驟面。青山原不老，為雪白頭。青山對綠水無憂對不老，雪白頭對風驟面。妙啊！行長，你咋了？大才啊！短短2分鐘，這個千年無人能對出答案的對子就被你給對出來了。王先生，你真乃文曲星下凡啊！行長，這個對子其實不是我對出來的，只是碰巧我初中學過而已。這個上對字出世已流傳1000年有餘，至今無人能對。
王先生說他学過，看樣子是在故作谦卑。果然如同文坛傳言大般，越是大才之人，越是淡泊名利。恭喜王先生顺利通过第一关测試。这就让他通过至尊文豪卡的第一关测試了？这未免也太过简单了吧！你个乡野村妇，你懂个屁！王先生的这个下对已经完美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，通过测試理所应当。王先生，這是至尊文豪卡的最後一道測試，若你能順利通過，我行就可以正式給你辦理文豪卡過戶手續了。你一定要認真聽題，請聽題。這是來自鎮守邊疆的鎮國戰神在遠征之時留下的一個命題，請王先生寫一首以軍人戰場為主題的古詩。寫詩？我只會背詩，不會寫詩啊。背詩？夏國太平千年，整個夏國連一首關於軍旅的打油詩都沒有，更別說古詩了。詩都不存在，談何背詩？王先生謙虛了。若王先生真能背出一首與名題相關的古詩，我可以做主，算作是你寫的。行長，你確定？這行長是不是收了王二狗的好處，竟然允許王二狗背詩？那不是抄襲是什麼？放眼整個夏國，至今都沒有一首與這個命題有關的詩。背，你要是能背出一首，說是你寫的又有何妨？這小子難不成真能憑空背出一首來？王先生，鎮國戰神當時出征之時特意囑託，只要能在3天內寫出他這個命題的詩，你看你要不要先離開，回家好好琢磨琢磨，然後再背給我聽。鎮國戰神，聽這個名字應該是某個軍隊大佬。既然是鎮守邊疆，那這首詩應該合適。行長，我已經知道背哪首了。王先生，你沒有開玩笑吧？這才3分鐘不到，你已經知道背哪首了？王先生，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這最後一道題乃是鎮國戰神親自點評，也就是說你只有一次機會。若是不能讓鎮國戰神滿意，那你可就失去了成為至尊文豪卡主人的機會。沒事兒，我只是隨便背一背，也沒打算過測試。唉，那行吧，既然王先生意已決，請王先生在要背紙上便可。只是隨便背一背。我寫完了。這麼快？彼漢莫寶，此字世間罕有啊！行長，我這字也就隨便寫的，你這表情也太誇張了吧？王先生，你這字只是隨便寫寫。這行長怎麼說話奇奇怪怪的？他這字寫得很好嗎？只是隨便寫寫，便已有如此功底。若是認真書寫的話，那恐有書聖之姿，一字千金啊！抱歉，王先生，我剛才被你的字體驚豔到失態了。我現在就看你的詩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？這是你寫的？完了，果然還是被識破了。這首詩是唐代詩人王亨的《涼州曲3部曲》的第2首，極其有名。就算沒上過9年義務教育，應該也多多少少聽說過。看銀行行長的反應，應該是學過這首詩。行長，你聽我解釋。王先生，你不用解釋了。完了，要是行長追究起來，弄不好給我定個盜詩欺民的罪啊！王先生不僅大才，而且字裡行間之中盡是憂國憂民，實乃是文壇界不可多得的愛國文豪啊！這個行長也是9年義務教育漏網之魚。這詩用詞精準考究，字跡更是堪稱鬼斧神工，實屬千年難得一見的絕世佳作。若是放在市面上，少說10位數起步。王先生，你確定要把這首絕世交戰神贈予用來參加考核測試？就用這首吧。要是不合規矩，這個測試我還是不參加了。不，王先生誤會了，合規肯定是合規的，只是我覺得王先生為了寫出這首千年難得一見的絕世佳作，定嘔心瀝血，耗費了好幾年的功夫。此詩若流傳出世，定能讓王先生名垂青史。現在卻用來通過一張世俗的至尊文豪卡測試，對比之下，我替王先生感到惋惜啊！流傳出世，這首王翰的詩要是流傳出去是我寫的，那我欺世冒名的罪就坐實了。倒是行長，要不你把我寫的詩還給我，這個測試我就不參加了。不好意思，王先生，你說的有點遲了。1秒鐘前我已經通照片的形式把電子版發給了鎮國戰神。鎮國戰神消息已讀了。完了，抄的詩竟然發給軍部的人了，這烏龍越鬧越大了。鎮國大人，至尊文豪卡易主，你出的測試題內容發來了，是一首古詩。古詩？譁眾取寵罷了。這個世界還有能寫古詩的人嗎？正好無事，念一下我聽聽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繼續念。
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几人回。醉臥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好，好，好！大夏国有能写出此等豪迈之诗的人，我等苦守边疆，死又何憾？是啊，此诗是何人所写？我镇国战神要与他结为义兄知己。是一个名为王二狗的大文豪。